不同人制作追踪剑，小表弟制作。今天的比赛简直就是为我设计的呀！我今天肯定能获得比赛冠军，因为后羿的射日神弓就在我手上，这把弓可以说是百发百中，万里追踪，不管什么东西了，就算我随便射，只要我想就没有射不中的。一个字，绝！狗华制作。小表弟就喜欢装神弄鬼，他拿的那个就是普通的短弓，我制作的才是真正的追踪剑。首先我们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移动，接着点击动作，点击道具，道具类型选择弓箭，最后我们转换玩法模式。现在只要每走一步就会弓箭朝你射过来，这不就是追踪剑吗？ Oh my god! Wow! Nice。不同人在基岩上种花，爸爸制作。今天的比赛我没听错吧？就是要在这个又黑又硬的基岩种出花吗？这铲子根本就没办法在上面挖出坑来呀，更别说在上面种花。爸爸，你忘了荷花炸药桶了吗？没有，我可以用那个方法呀。首先在地上倒上水，接着放上荷花，然后荷花下面放上基岩就大功告成。你们看荷花不就被种在基岩上了吗？我也太牛了吧！妈妈制作。华他爸那个方法我早就会了，我现在用的方法比他厉害多了，不管什么植物都能被我种出来。首先我们在地上种一朵花，接着拿出区域复制方块把它给复制下来，然后在地上放一个方块，图纸放上面，再拿出基岩放在这里，最后我们把图纸和花启动，你们看花就种在了基岩上。使用这个方法种树、种玉米都可以。 Oh my god! 不同人制作厕所，爸爸制作厕所。做厕所谁不会？今天我就教你们做一做，保证你们看了都很眼熟。你们看，我的厕所就大功告成。你们觉得我做的这个厕所怎么样？是不是和你记忆里老家的厕所一模一样？妈妈制作厕所。狗华他爸那做的厕所也太老了吧，我做的厕所比他做的漂亮多了，现在就做给你们看一看。哎呀，可算是完工了！你们看我做的这个厕所，看着舒服吧？是不是非常的现代？这里面有新款的智能马桶，这里有可以泡澡浴缸，这里还有刷牙洗脸的洗手台和化妆镜，在里面上厕所，心情都好了不少。不同人制作穿盔甲装置，爸爸制作。今天的比赛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？就连我的脚趾头都能做出来，现在就看我表演了。你们看，我的穿盔甲装置就大功告成了。现在我们只需要走过去就能把盔甲给穿上。哎，怎么回事？盔甲怎么没自动穿上？我记得你这个装置不是给演员用的吗？妈妈制作。华他爸还想耍小聪明，今天我就让他看看我制作的自动穿盔甲装置。首先，我们使用任意方块搭建一个衣柜的样子。搭建好以后，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进入区域，把这个区域框选在这个衣柜里面。接着点击动作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穿上装备，然后把你要穿上的盔甲全部选上，最后转换玩法模式。现在我们进入这个区域，盔甲就自动穿在了身上，是不是比狗华他爸做的牛逼多了？不同人制作穿云箭，爸爸制作穿云箭。穿云箭这东西不是有手就会的吗？我用一个手指头就能做出来。首先拿出任意的树叶，往地上一直点，放多一点效果会更好。放好以后放上一个方块，拿出长矛往方块上戳，然后把方块敲掉。你们看，树叶就会被长矛一直戳碎。我做的这个穿云箭是不是非常的好看？妈妈制作穿云箭。
狗华他爸那做的算什么穿云箭呀？我做的穿云箭比他做的牛逼多了。现在看我做给你们看一看。首先我们打开工具模式，在空中设置一片位置。设置好以后，进入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，按下按键，接着点击动作，点击道具，选择创建投掷物，投掷物的类型选择实践，最后转换玩法模式，按下设置好的按键，实践就会全部发射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不同人制作食人花，爸爸制作。今天我就给小伙伴们展示一下我的结果。我平常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植物大战僵尸了，现在就看我制作给你们看。首先我们进入资源工坊，在搜索栏输入食人花，然后随便下载一个你喜欢的模型。接着我们进入插件库，点开生物，随便找一个生物，把它的外盒模型换成我们刚下载的食人花。最后进入游戏，把它给放回来。你们看，一朵食人花不就大功告成了吗？是不是做的非常逼真？妈妈制作。狗华他爸那只是换了个模型，我制作的食人花才是真的厉害。首先我们在地上种一朵花，接着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进入区域，把这个区域框选在这朵花的周围，然后点击动作，点击玩家，选择改变玩家位置，把这个位置放得远一点就行了。最后转换玩法模式，现在只要有人靠近这朵花就会被传送走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真的被花给吃了呢。不同人制作怪兽，爸爸制作怪兽。今天的比赛也太奇葩了吧！怪兽这玩意还需要制作吗？我1秒钟就能给你们变出来。你们看，这里全是奥特曼抓来的怪兽，我直接把它们放出来，说是我做的不就好了吗？妈妈制作怪兽。狗华他爸真是自作自受，奥特曼抓来的怪兽他也敢放，我做的怪兽可是比他的听话多了。首先我们进入微缩资源库，在搜索栏输入怪兽，随便下载一个你喜欢的怪兽模型，接着进入插件库，在插件库里找到灵狐，把它的外观模型换成我们下载的怪兽模型。然后我们进入游戏，放出狐狸，使用嘟嘟鸟蛋把它给驯服，这样一只怪兽就大功告成了，不光会一直跟着我们，而且遇到危险还会保护我们，牛不牛？哇塞，那这不就获得了一个免费的保镖了吗？真好啊！不同人制作蓝色火焰，爸爸制作蓝色火焰。哎呦喂，这次的比赛可是我的拿手好戏，我正好就是干剪辑视频工作的。制作蓝色火焰和剪辑有什么关系？马上你就明白了。首先我们在地上点上火，接着我们念动咒语，妈咪妈咪，你们看火焰不就变色了？说实话，我真的对你无语。妈妈制作蓝色火焰。狗华他爸那做的是个啥玩意啊？他那个剪辑技术也太垃圾了吧！我才是真的能制作出蓝色火焰。首先我们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使用表情，接着点击动作，点击特效，选择在位置上播放特效，特效类型选择火焰1号，最后转换玩法模式，再伸个懒腰。你们看，蓝色火焰不就出现了吗？是不是看起来跟鬼火一样？ Oh my god！ 不同人制作闪电，爸爸制作闪电。太棒了！闪电这玩意我正好会做，而且我做的闪电非常的炫酷。现在让我来教教你们吧。最后我们在发射器里放上脉冲键，再把时间调成晚上。你们看，我做的这个闪电牛不牛？一般人见了根本不敢靠近。妈妈制作闪电。华他爸这次太让我佩服了，居然能想到这种方法。不过我的闪电比他的更好看。首先我们打开触发器，打开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，按下按键，接着点击动作，点击特效，选择在位置上播放特效，特效类型选择光效19，然后把位置设置在面前就行了。最后转换玩法模式，
按下设好的按键就会出现特效了。我们再叠上2个方块，你们看，这个电流就像围着方块在转动一样，是不是很牛？不同人制作巨型椅子，爸爸制作。巨型椅子不就是变大的椅子吗？对于我来说，那不是轻而易举。现在就看我表演。你们看，我制作的巨型椅子就大功告成了，是不是非常的逼真？就算来一个超级大巨人都能做得像。妈妈制作。哎呀，狗华他爸技术确实不错，但是他那样也太累了吧。我的方法就轻松得多。首先，我们打开微缩资源工坊，在搜索栏输入椅子进行搜索，下载一个你喜欢的椅子模型。下载好以后，进入插件库，随便选择一个生物，把它外观模型换成下载好的椅子。然后我们找到冲锋枪，给冲锋枪添加一个放大的技能，把放大的效果调到最大。最后我们进入游戏放出生物，使用冲锋枪把它给变大。你们看，我的巨型椅子就大功告成了，是不是比狗华他爸做的轻松多了？